Hello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介绍一下怎么样使用 iPad 桌面截图，包括了截屏的3种方法，以及怎么样编辑批注截屏之后的图片，如何将图片批量转存成 PDF， 以及如何把截图批量制作成压缩包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说一说 iPad 截屏的3种基本方式。一种呢是按实体按钮，如果是没有 Home 键的这一个 iPad 呢，我们按到这一个放大声音和这一锁屏的这一个按钮，然后我们直接按一下，它就截屏可以了。如果是有 Home 键的话呢，是按这个 Home 键和开关键就可以截屏了。第二个呢是利用辅助按钮这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在设置里面打开，在设置里面找到辅助功能触控辅助触控的按钮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打开，就会出现这个点点了。正常的情况下呢，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点点，选择设备，然后选择更多，然后再截屏这样动作就太多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简便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辅助触控的设置里面呢，这里有一个自定操作，我们有一个轻点2下设置成截屏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轻点2下这一个刚刚这个按钮，好，它就截图了。对不起，截了2张，有一点手抖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很快捷方便了。然后这个点点的颜色深浅呢，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。闲置时的不透明度，然后比如说你如果把它调得很亮，那它就非常的明显。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调浅一点，它就是这样的了。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挡着的，所以说我一般都是把这个关了的。第3种截图方法呢，就是我们用笔，然后直接从右下角或者是左下角都可以，我们推一下呢，这个页面就会出现这种感觉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截图。通过上面的3种方法截图呢，我们都会进入到这一个编辑的页面。这个页面上呢，我们就可以用笔来画，然后呢还可以剪裁什么之类的。点击这个加号呢，这里我们还可以编辑签名，比如说你经常要签名，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完成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签名就被保存在这个签名这个地方了。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一个签名，你看就直接就很方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添加比如说形状箭头之类的。储存截图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左边的完成，选择储存照片或者储存到文件。如果你不想储存这个图，只是想把它发送到某一个软件里面去呢，我们选择右上角的这个分发按钮，就可以直接选择拷贝，你就可以直接粘贴到你记笔记的软件、安装的其他的软件里面都是可以的。我们这里呢就选择保存到相册吧比如说我们看书吧，比如说我们边看，然后我们就边截图保存到照片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连续截了好几页图片，它就都被保存在相册里面了。如果我们想要把这几个图片合并成一个 PDF 的话呢，也非常的简单。点击选择，然后把这几个图都勾起来，选择分发按钮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有一个打印，我们选择打印之后呢，等它出现这个预览的按钮的时候，我们用3根手指这样的动作，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 PDF 文档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比如说隔空投送给别人，或者呢你是把它储存在百度网盘里面，可以在电脑里面下载使用了。如果你不想把它做成 PDF， 只是想把这几个图片都打包，那么呢我们需要用到文件这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它是免费的，还是很好的，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之后管理自己 iPad 里面的文件。我们还是在这个相册里面选择这3个图片，然后呢我们选择分发按钮，选择储存到文件，然后我们给它选择储存在我的 iPad 里面就可以了。选择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夹，比如说我们文件夹的名字命名成打印好，然后完成，选择储存。储存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到文件这一个里面去，我们刚刚是存在我的 iPad 里面，这里打印我们找到了，就是这3张图片，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选择，把它3个都选上了之后，这里有一个更多，然后我们选择压缩。压缩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zip 的压缩文件档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选择上，然后共享按钮的话呢，存到百度网盘电脑里面就可以使用了，或者你也可以把它隔空投送给用其他苹果产品的朋友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关于 iPad 屏幕截图的小技巧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，拜拜。